1 out of every 10 of our people died while building 70% of the first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in America. They say there was a Chinese worker under every railroad tie. 您现在看到的是中国国内春节档上映的电影《唐探1900》里面讲述华人劳工在美国遭到不公平待遇的片段。有人就说了，电影里面的这些都是虚构的、夸张的，不符合历史现实的。那么真正的华人劳工是怎么样的呢？这一期视频就跟你聊聊华人劳工的那些故事。视频一定要看到最后，你会发现原来华人劳工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那么有人就要问了，华人劳工这个群体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呢？是主动跑出去的吗？很多人觉得华人劳工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淘金热，想着出去就能过上好日子，再加上那时国内又昏庸又腐败，日子实在不好过，所以就出去了。但真实的情况可不是这样，和现在那些主动跑到海外找工作或者讨生活的人不一样。华人劳工这个群体大部分都不是自己愿意出去的，而是被人贩子卖到国外去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又有朋友要问了，美国是真的缺人吗？时间回到1848年，那时候美国正热火朝天的搞国内建设，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的消息一传开，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沸腾了，大家都想着去那发大财。与此同时，美国正处于经济大繁荣，大力搞基建，到处修铁路的这个时期，这干着干着，美国人就犯难了。怎么回事呢？人力严重不足，就靠白人的那点劳动力，这些项目根本干不完。19世纪的美国那真是缺人缺得很厉害。有人可能就要问了，那多弄点黑人来不就行了吗？但是当时美国刚打完南北战争，奴隶制在表面上、明面上已经废除了。美国的北方当时可是打着解放奴隶的旗号去攻打南方的，现在打赢了，这再用奴隶去干活，这个脸往哪搁呀？这可真把美国人愁坏了。其实不光是美国，英国、法国这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同样的烦恼。为了显得自己非常文明，是一个文明的殖民国家，英国在1807年，法国在1848年都全面废除了奴隶制。虽说看着是文明了，可是资本家们的种植园没人干活了，工地没人干活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用工的成本就越来越高，资本家们稍微想多压榨一点工人，工人就开始罢工抗议。以前都是工厂主、奴隶主剥削别人，现在倒好，感觉被国内的劳动力给拿捏了，这真的把资本家们气坏了。于是这些资本家不知道怎么一商量，就把目光瞄准了中国。再看看当时的中国，国内早就乱成一锅粥了，太平天国运动、八国联军侵华，各种糟心事一桩接着一桩，把老百姓折腾得够呛，疲惫不堪，国家也越来越弱了。中国人为什么心甘情愿地过去呢？其实你发现了吗？其实当时的中国人要求并不高，就想着有一口饭吃，有个住的地方，大多数人就满足了。即便是到现在也是这样。但是那时候中原大地的情况太糟糕了，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，衣服都穿不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很多外国人偷偷跑到中国来招工，把中国人骗到国外去。一开始他们的招工还挺正规的，那些中介自己出船费和其他的成本，把人送到了美国和东南亚打工，然后从劳工的工资里面拿到自己该得的那份报酬，跟现在的劳务中介差不多。最早干这些事的是外国人，当时可是赚得盆满钵满。而他们在南京条约里面，清政府允许西方列强开设的通商口岸里面晃悠，花钱大手大脚，富得流油。为什么他们这么有钱呢？这个秘密很快就被人打听出来了。知道以后，很多人就开始琢磨，劳务派遣这个事又不复杂，也没什么技术门槛，你们外国人能干，咱中国人也能干，而且我们中国人肯定了解自己人。于是他们就分析起来这个行业的情况，还真找到了痛点。当时中介做这个生意的成本太高了，得自己掏船费、路费，能不能自己想个办法，让这些劳工自己掏钱把自己卖了呢？还真的被他们找到了办法。在那些通商口岸里面，华人中介搞起了中介机构，到处宣传美国还有西方世界有多好有多好，说去了就能，说去到那里就有抽不完的大烟，赚不完的钱，还说美国发现了金矿，普通人去淘金1-2年就能赚到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。反正就是一直说国外比国内挣钱强太多了，这招就太妙了，抓住人性做宣传，把业务包装的特别吸引人，一下子就成功了。这么一宣传，很多华人都心动了。
当时国家被战争搞得满目疮痍，大家既想躲开战火，又想发家致富，就都去找这些中介。但是呢，现在游戏规则变了，以前呢是中介想要让劳工去，还得给劳工钱，现在呢是劳工自己去，还得给中介钱，不然中介凭什么把你弄到国外去啊？要是没钱，中介就说先借给你啊，等你到国外赚到钱再还，还没还之前就得听中介的。就这样，华人劳工出海的最后障碍也没了，相当于他们是半推半就的被卖了。1840年的鸦片战争，清政府打输了，被迫开放了通商口岸，国外的工业化商品一股脑涌进了中国，而我们的传统手工业者怎么竞争得过啊？而且那时候中国的天灾不断，洪水、台风频繁来袭，好多的农田都被破坏了。所以南方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收入一下子就大幅减少了，再加上清政府的苛捐杂税，那可真不是一般的重，国家的支出就越来越多，老百姓连活下去都成了问题。我们来设想一下，你是一个农民，前几天发大水，把你家一半的田都冲没了，你的老婆本来想依靠织布补贴家用，但是国外来的布价格比自家织的还便宜，质量还要好，你老婆织的布根本就卖不出去，你正坐在田埂上发愁呢，不知道怎么保住剩下的田地。地主家的狗腿子管家突然跑过来，一脚踢在你的背上，嘴里还说什么老佛爷、圣上、洋人之类的，你也听不懂，反正他就是来收租的，而且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3次了，你好说歹说才把他打发走。而在晚上正愁你没东西吃的时候，突然间就冲出来几个壮汉，闯进了你家，就开始翻箱倒柜，拿着你的房契就往外走，你一头雾水上去阻拦，结果你们家的大儿子把你拦住了，他哭着说自己抽大烟把家里的宅子给抵押了，这个宅子就是个土屋，值不了几个钱，现在还得把地也给人家，即便是这样还欠了不少的银子，这下好了，家没了，还不知道欠了多少外债。你儿子一直哭，他可不是因为后悔，而是因为以后抽不到大烟了，他哭着求你，让你不管想什么办法都得弄点钱给他，他烟瘾犯了，浑身难受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这样的场景你仔细想一想，是不是心里都在发毛？而这还只是我们想象的，真实的情况比这个还惨，当时的底层老百姓在国内是真的活不下去。当时是这么个情况，虽说这些西方国家表面上把奴隶制给废除了，但是华人劳工却以债务奴隶的形式在各个国家出现了。真正到了国外的华人劳工才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大骗局里面。就拿美国来说，华人劳工的工资只有白人劳工的1半甚至1/3，而且这点钱还得拿去给中介还债。但是那时候劳工们不懂啊，还以为自己不够努力，就拼命的干活。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有记载，华人劳工每天干活是白人的1.5到2倍，有些还是非常危险的活。可就算这么拼命，还是还不完债务，只能一直被困在这无尽的债务深渊里，日复一日的劳作。他们心里面肯定有气，也反抗过，可结果呢？就像当年英国驻城总督说的，华人劳工既没有上帝保佑，也没人给他们撑腰，是最安全的劳动力。你要是敢反抗，那就直接杀掉。1740年，荷兰在巴达维亚屠杀了1万多华人，就因为华人想反抗。到了1876年，西班牙在菲律宾也大肆屠杀华人劳工，镇压他们的反抗。1885年的9月，怀俄明州石泉城爆发排华暴乱，100多个白人持枪械冲入华人的社区，烧杀抢掠，至少有28名劳工遇难，75处房屋被焚毁，幸存者呢也面临着被射杀的危险。等劳工们被吓得不敢反抗之后，他们又利用各种帮派，像闽南帮啊、潮州帮、客家帮这些来管理劳工，用中国人搞中国人，还会给一部分的中国人特权。比如英国的殖民政府就允许华人头领在华人聚集的地方开设赌场，还有鸦片馆，还能放高利贷，让华人劳工互相制约。华人劳工的头就成了新型的奴隶主。那些人把华人劳工分化了，玩起了分而治之的手段。这么一来，最底层的华人劳工可就彻底没了翻身机会。你要是想反抗，不光得对抗那些压迫你的外国人，还得和已经富起来的同胞们对着干，
这就是难上加难。当时在河属的东印度，他们宣传华人天生就适合种香料；在法属印度支那，又说只有华人才能开发红河三角洲。这听起来多荒唐啊！说白了，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剥削找借口。就拿英属马来西亚的锡矿来说，华人劳工每天在齐腰深的泥水里干18小时的重活，累得要死，却被他们说是东方人特有的吃苦耐劳。慢慢的，西方世界形成了白人地位最高，接着是黑人，亚裔在最末端，这种种族等级观念。美国修铁路，东南亚搞种植园，不知道有多少华人劳工累死、被折磨死，底下埋着的都是数十万、数百万的华人劳工的尸骨。这就是当时华人劳工真实的悲惨处境。前面说的这些都是大环境下的情况，从微观的角度看，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唐探1900所描绘的那个时代就到来了。我们现在就结合电影说一说当年的华人劳工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就拿旧金山的唐人街来说，这个唐人街是怎么来的呢？说白了，就是因为华人被当地政府和白人欺负、歧视，没办法，华人劳工就跟美国的其他有色人种一起，被迫挤到了一个又穷又破的地方。旧金山的政府给华人劳工划的地特别小，所以大部分的华人劳工住的要么是木板搭起来那种临时的小破房，要么是拿仓库改造的。这种房子不但不通风，又没采光，就像个能住人的小火柴盒似的。而且这个房子是临时搭的或者仓库改造的，肯定没有下水道，生活的污水只能直接往路上泼。再加上政府和白人的歧视，唐人街的垃圾根本没人清理。有些住在附近的白人还把唐人街当作自家的垃圾桶，有什么垃圾都往这儿扔。那时候还不停地有华人移民涌向唐人街。人越来越多，住的地方就更小了，但是产生的垃圾和污水却越来越多。在这种环境里面，各种病菌、病毒就冒出来了，传染病很快就传染开了。其中最出名的就是1900年旧金山的鼠疫事件。1900年的3月，旧金山有个木材商人叫黄初景，他死了，症状特别像鼠疫。细菌学家约瑟夫·怀恩一化验，还真是鼠疫杆菌。但是旧金山市政府和那些做生意的一听，就想着赶紧把事捂住，不让人知道。他们可不想让鼠疫影响旧金山的这个黄金之州的买卖。市长和加州州长不但不承认有鼠疫这回事，还反过来指责联邦的卫生部门在这制造恐慌。因为第一个得病死的是华人，再加上唐人街卫生条件确实差，唐人街一下子就成了大家攻击的目标。3月发现鼠疫，5月，联邦政府就宣布旧金山成为了疫区，旧金山的市政府也啥也不管，民众特别生气，但又不敢去找政府的麻烦，于是反华的情绪一下子就冒出来了，大家都把火气撒在唐人街的华人身上。像旧金山纪事报这些媒体一直说唐人街又脏又挤，却绝口不提那些政府当初划区造成的那些后果，不懂得把鼠疫爆发的锅全都扣在华人的头上。再加上当时到处都是搞反华的宣传，在大家印象中，华人就跟疯子似的，吃猫、吃狗、吃老鼠、吃动物内脏。在白人的眼中，华人晾晒的药材、腌制的食物，都成为了华人吃内脏、吃垃圾的证据。这种歧视在电影里也有体现。电影里有人发现尸体内脏被掏空了，那些白人一听凶手是华人，马上说他掏内脏是为了吃。这就是当时特别普遍又特别根深蒂固的偏见。回到现实，鼠疫发生后，卫生官员居然拿铁丝把唐人街围起来，不让华人出去，还打着消毒的幌子，华人的房子、商铺都烧了，让好几千人都没了家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也没见谁站出来，用自由民主的那一套为华人说句公道话。电影里白玄龄的协圣堂原型估计就是当时的6大华人会馆。1876年，这6大会馆和肇庆会馆一起成立了中华会馆。那时候政府带头歧视排挤华人，中华会馆就成了华人自己的官府，是唐人街华人最后的依靠。中华会馆主动组织防疫，派人清理街道，给房子消毒，还请了律师起诉市政府。一直到1900年的6月，这场迫害才结束。联邦政府判旧金山政府违规，说他们封锁唐人街这些行为违反了美国宪法里平等的保护条例，但这算不上华人的胜利。政府表面上不敢歧视了，但是社会上的反华情绪依然没有消失。我们继续聊在夹缝中生存的华人劳工的生活状态。1844年，
中美签了旺萨条约，这一下中美交通的通道被打通了。紧接着，美国加州发现了黄金，就有了猪仔馆贩卖华人的劳工。但仔细想想，要是一个人在老家能吃饱饭，就算你跟他说另一个国家到处都是金山银山，他也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啊，毕竟故土难离。但是当时的华人实在没办法，为了生存，为了挣钱活下去，只能咬咬牙登上了商船去到美国。在当时很多人的眼中，美国就是个遍地黄金的地方。虽说这里面有中介瞎忽悠的成分，但美国确实有金矿。大家想着，就算不确定能不能挖到金子，可总比留在国内强吧。能挣到钱就能活下来，还能对未来有点盼头。但大部分的华人劳工到了美国就被困住了，根本没机会离开。他们其实就是债务奴隶，是被人买卖的商品，根本不被当人看。前面几批华人劳工到美国之后，美国的雇主马上就发现了这些人薪资要求很低，还特别能吃苦，简直就是优质的劳动力，就安排他们去干各种危险的活，但是给的工资却又少得可怜。就像电影中演的那样，美国的社会其实挺讨厌华人，但是美国的资本家又离不开华人这种廉价又好用的劳动力。这可不是因为他们有良心，也不是相信什么正义，而是他们不能失去那些最容易被压迫的华工。再加上晚清的那个时候日子实在太难熬了，大批的华人都盼着去美国淘金，这样就形成了一条移民产业链。中国的人口贩子到处宣扬美国是个实现梦想的好地方，让华人和美国雇主签合同，等华人到了美国再从工资里面扣钱还债。这么一来，在美国的华人劳工不再被当成人，而是被人贩子们和雇主们倒卖来倒卖去的商品。为了多赚钱，他们使劲压低运输的成本，甚至改造轮船的船舱，加了很多的夹层。每个华工的生存空间只有1尺多一点，你想想1尺是多大的地方啊？你就算紧紧地抱着膝盖缩成一团，占的地方都比1尺大。更可怕的是，船舱里面全是夹层，又黑又暗，几乎没有空气流通。这还不是最惨的，船主们为了防止有人受不了逃跑，直接用木板把船舱的入口钉死。陈一范在《美国华人》这本书里写过，被关在里面的人只能吃到勉强不饿死的口粮，整个人都没有精神。每次船上都有发生谋杀和暴动的事件，死亡率高达45%。即便死亡率这么高，还是有无数的华人想逃离大清，在这种地狱般的环境里煎熬2个月才能踏上美国的土地。可就像前面说的，到了美国，好日子也没有到来。1850年左右，大批的华人移民前往美国，可那时候地表浅层的矿脉和条件好的矿场早就被人采光了。华人想在这片土地上活下去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去那些废弃的矿坑，或者去特别危险的地方挖矿。1850年，加州政府一看，怎么来了这么多的华人劳工，就给他们搞出了一个外籍矿工的税法，规定每个月得收20美元的开矿税。这个税法主要是想限制雇主雇国外的员工，对华人来说影响倒不是特别大，毕竟当时华人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。但是这个税法没有影响到华人，却把其他国家的矿工坑惨了，尤其是爱尔兰裔的白人矿工。这些白人矿工本来工资就不低，再加上这个税，雇佣他们的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，这些雇主根本就接受不了。所以好多工厂主就把白人给开除了，反而雇佣华工。白人劳工因为失业，心里那叫一个气呀，把火都撒在了华人劳工身上。他们心想，这些华人工资要的低，吃的少，还特别能吃苦，干的活比自己还多，这不就是卷王吗？于是他们就疯狂攻击华裔，还搞示威游行抗议这个政策。结果呢，1年之后这个政策就被取消了。但这还没完，1852年又出台了一个国外矿工执照税法，这个法律简直是冲着华人矿工来的。他要求每个华人每个月至少得交3美元的税，这3美元看着不多，但是它占了当时工资稍微高一点的华人矿工月薪的20%，这可把华人害惨了，很多人直接破产，甚至背上了债务。本来华人到美国每个月工资就这么点，既要还中介借的钱，又得吃饭生活，现在还得交20%的税，
这日子根本就没法过下去了。没办法，好多华人矿工就只能另找出路。那他们成功了吗？还真给他们找到了。后来他们进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，这家公司当时负责美国的基建，要修一条贯穿大陆的铁道。铁道西段特别难修，于是就雇佣了1.2万个华人劳工。华人劳工一开始还以为找到了好工作，毕竟这份工作的工资比挖矿还要高。可干着干着就明白了为什么工资高，因为这活简直就不是人干的。然后我们就说到，在唐达峰工程的时候，华人劳工要在2000米高的雪山上挖隧道，冬天山上的气温-30度，挖隧道还会引发震动，动不动就雪崩。1866年到1867年的冬天，仅仅在3个月的时间，起码有30名华人劳工被雪崩活埋了。那些熬过了冬天没被雪崩活埋的华工，日子能好过一点吗？并没有。当时华工在美国的地位还是很低，不受重视。铺设铁路的时候，华工主要坐在只有一根绳索吊着的篮筐里，在悬崖上打孔埋炸药。公司连安全带都不给华人提供。华工的监工还老克扣工资，威胁他们，让他们干得再快点。这个工作环境跟自杀没什么两样，死亡率高得吓人。根据记载，每修1.6公里的铁路，至少得死10个华人劳工。在1869年的5月10号，铁路竣工搞剪彩仪式，华人劳工实际上占了劳工总数的90%还多，却不让华人劳工参加。这就跟电影里那张照片一样，白人在那里热热闹闹的庆祝铁路竣工，可这铁路是华人劳工拿命修出来的，合照里却没有一个华人的影子。铁路修完以后，那些回不去挖矿的华人劳工只能另找活路，好多人就去干农活，还有家政服务这些活。白宣灵最后在法庭上的演讲也提到过，华人一大早就得给白人老爷送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大晚上还得等着白人把红酒弄脏的衬衫拿过来，然后熬夜给人家洗干净。在白人们那些又大又气派的客厅里，华人端着红酒，听着那些根本听不懂的嘲笑，还得小心翼翼、低声下气地伺候着。最后说一说我的感受，我们到底该不该对不公平的事保持愤怒？而很多时候我们却忘记了怎么去愤怒。允许你不发声、不做事，这是你的自由，但请不要嘲讽或者轻视那些争取自由的人。他们拼尽全力发出的光可能会照耀到你，而你可能什么都没有做。切格瓦拉说，你怎么能在别人遭受苦难的时候将脸背过去呢？另外，真心推荐一下你去看一下《唐探1900》的原片，在国内春节档上映的电影里面，比起哪吒的第2部，我个人更喜欢的是这一部。虽说它算不上神作，但绝对值得一看。电影的完成度很高，而且信息密度很大，除了扣人心弦的探案、幽默搞笑元素，还有家国情怀、反抗权威和歧视的描述等等，元素足够丰富，信息量足够大。而我认为，任何的电影解读都比不过看一遍原片。而说到华人群体，一直都是勤劳又积极向上的，但在世界各地生活工作的时候，还是常常会受到当地人各种各样的歧视。在回顾了华人劳工的遭遇之后，只希望华人群体更加奋发有为。历史可能会相像，但一定不会重现。感谢你们看完这期全部节目，喜欢阿文的视频，别忘了点一个订阅。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给我一键3连。你们的支持是我做更多更好内容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